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呢又在我们家楼顶跟大家说说话、谈谈心。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想说啊，就是前天我不是上传了一个节目吗？说的是中国人民空军招募英国皇家空军前战斗机飞行员到中国效力。当时我就觉得这个新闻呢有点可疑，可是后来又看到了德国《民警周刊》以及德国最大的报纸，真的是德国最大的啊，叫《法兰克福汇报》，对此也做了报道。而且说的有手有脚的，好像活灵活现，就像真正的存在这件事情一样。然后呢，我就分析了一下，如果中国人民空军招募这些英国的人到中国的空军里面啊，而且是接触战斗机的，那这样的事情是不是涉及到可能会泄露中国空军的秘密呢？我觉得这样非常的危险。然后呢，德国媒体会说，你看中国人呢，中国空军就是想招募这些英国的人、西方的人飞行员到中国去，然后呢泄露西方，比如说英国皇家空军的秘密，然后呢还泄露英国作战的理念。那么同样，既然中国人可以获得西方或是英国的敏感信息，那同样那些英国人前飞行员到中国去，他们也可以获得中国的敏感信息啊，对不对？所以你既然真的能够获得西方的敏感信息的话，那中国人也不会傻到这个程度，给西方就这么透露中国的情报呀。所以这么来说，这种新闻真的是经不起推敲。我觉得西方这报道啊，中国这样招募什么英国的飞行员，又是一种中国威胁论的翻版。反正我觉得啊，德国媒体报道很多东西，不是什么中国崩溃了，那就是中国威胁了。说到中国崩溃，这段时间以来，经常在德国媒体看见，比如说，什么中国的进出口数据不如预期了，或是中国，你看原来中国政府设定的经济成长率是5.5%，现在中国的经济那么差，因为他们的什么动态清零，所以导致中国的经济一塌糊涂，就是把中国说的特别不堪。但是到底谁的经济发展好，谁的经济发展不好呢？那个数据就摆在那里，对吧？而且我看了啊，对明年这个专家的预测，德国的经济成长率明年是负0.几，反正呢是衰退的。而中国明年可能会成长4.4%，美国明年可能是成长1%，然后呢，俄罗斯明年会衰退2.3%，等等等等。那到底是中国的经济不好，还是你们德国还有西方的国家不好呢？数据才能够说明问题，不是你乱写，那情况就真的了。不过这无所谓啊，我还是认为，西方报道中国，不管他们报道的多么好，多么不好，报道好的话不要飘飘然，不好的话也不要什么不高兴，因为我觉得总体来说，他西方报道中国就是阴暗面为主，就是以抹黑为主。他其实抹黑了中国，他也不能把中国怎么样，对吧？中国只要中国人不内部从自己乱起来，那中国肯定是有希望的。我可以100%的跟大家说，真的，这中国只要不乱，按中国人这民族性，按中国人这种勤奋，还有中国这种聪明才智，我相信呢，中国没有不超过西方的理由，真的没有。因为你看看如果你在西方长期待过的人，你就知道了。其实啊，对比我们中国人还有所谓的他们外国人，到底中国人智商到底怎么样，到底中国人勤勤恳恳的程度怎么样，一比就知道了，对吧？那么既然人家能够发展起来，只要中国的政策没有什么大的起落，让中国人安居乐业，那中国怎么不可能发展呢？而且这种想法，就是我对中国啊，当然中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哪个国家没有呢？对吧？纵然中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只要中国的政策，刚才说了，没有大的起落，让中国人自己去安居乐业，真的，中国绝对能够发展起来。我特别自信这点，因为过去你看，只要政策得当，过去40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得见，只要我们20岁的人可以对比15年前，你肯定15、16岁，不是5、6岁的时候，可能你就有记了，对吧？
你5、6岁的时候到现在，或者是像我们这个年纪的，我们小的时候到现在，到底这个中国当时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是怎么样子？难道我们还不清楚吗？对吧？所以啊，稳定非常重要。刚才是从这个中国所谓的招募英国的前皇家空军战斗机飞行员这件事情呢，我想说说我的想法，就是说招募这事情可能有，但是呢，绝对不可能接触中国敏感的信息。我能够想象，中国要招募这些人呢，可能是让他们到中国来，但是呢，不让他们接触敏感的东西。而且我觉得，中国军队可能是想获得西方一些，比如说他们作战的理念呢，对吧？然后他们训练的那种节目是怎么样的，训练的课程怎么样，从他们那边取一点经，但是说要他们教中国的飞行员，我觉得不可能。而且你怎么能够说他们一定要比中国飞行员飞得好呢？不一定吧，对吧？只不过可能两个空军的理念不太一样，而中国想接触他们方面的理念。另外一个，我觉得中国肯定是已经做好了，比如说与西方发生军事冲突的准备，肯定是有备而战的。因为从过去这一些年来，特别是近年来，这个以灯塔国为首的西方是怎么样可以说是拱火吧，或是挑起与中国的矛盾，比如说什么台湾问题啊、南海问题，很明显，在某个时候，以灯塔国为首的国家，他看着自己的那个霸主地位不保的时候，他一定会使尽各种办法要挑起中国与整个西方的矛盾，然后呢，也许呢会打一次大规模的战争，就像今天你看西方这个北约的国家统一共同对付俄罗斯一样，其实俄罗斯是一个国家对付所有的几十个国家，到底未来俄罗斯前景怎么样，咱们不好说，因为也不关我的事。总体来说，我觉得这个情况呢，对俄罗斯来说不是特别乐观。那具体怎么样，就看俄罗斯还有普京他们呢这个管控的程度了。从我内心来说啊，考虑到中国国家利益，我觉得在适当的时候，你既然西方北约那么多国家明里暗里，或者是已经现在是明里了，那么强烈的支持乌克兰，那么中国即使暗地里支持俄罗斯，有什么不对呢？对吧？俄罗斯从中国国家利益来说，现在俄罗斯绝对是不能倒，如果倒了，对中国国家国家利益没有一点好处。所以，我并不是说挺俄罗斯，而是从中国国家利益来说，中国应该明里暗里，目前是暗里要支持俄罗斯。德国的媒体这段时间老是说俄罗斯他们的生产后勤跟不上啊，他们的武器的子弹已经可能打光了，这是德国媒体说的啊。那么我想了，其实很简单，只要俄罗斯请求中国帮生产这种子弹，我觉得绝对是可以的。这并不是什么高科技的东西，对吧？只要俄罗斯把它的参数，把什么什么模子，把它交给中国，我觉得中国绝对可以帮他生产，而且能要多少有多少。既然你西方那么齐心协力的帮助乌克兰，那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呢？对吧？中国可以说生产能力已经是相当于灯塔国、日本、德国3个国家加起来都还不如中国的生产能力，所以我觉得中国根本就没什么可担心的。只要俄罗斯想得到中国的帮助，我觉得中国应该帮助。中国真的招募了这个英国皇家空军的飞行员的话，很可能是在中国现在做军事推演啊，军事推演。刚才说了吧，中国肯定是打有准备之仗，肯定也估计到了某天绝对会与灯塔国与整个所谓的西方国家可能会有一次大的冲突。那么现在有备无患，对吧？做好准备，所以呢，招募这些西方的前飞行员过来，在沙盘推演的时候，比如说要他们操纵推演的那种战斗机吧，西方战斗机，然后呢，通过他们西方人来加入这个推演的团队，最后得到一个更加可信的一个结果，看看中国采取这种战略战术能不能战胜西方，而且战胜整个西方这个团队，我觉得这是比较可信的。还有第二个呢，今天我要讲的话题就是，我觉得有个很好的消息，
应该是大前天还是前天吧，民航总局发布了消息，因为每年的10月30号使用冬季、春季新航班计划的时候，而这个时候呢，中国民航总局对外发布了一条比较令人振奋的消息，就是从10月30号开始恢复所有的国际航班，是所有的啊，恢复当然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肯定需要一个过程，比如说今天会恢复一个航班，明天后天恢复另外一个航班。这个恢复呢，不是中国一个国家说了算，要跟各个国家政府他们的民航部门要进行谈判协作，最后呢才能够开通，对吧？就是说很可能呢，可以很快，比如说1个月、2个月可以完全恢复，也可能需要半年，但是呢，曙光已经在我们面前了。目前，中国国航、南航、东航、海航，还有各个大大小小的那个航空公司，都在紧锣密鼓的在进行这个复飞、恢复航班的准备工作。听了这个消息之后呢，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对我们在海外的华人，还有在海外的中国人，不管是经商的、留学的，还是不是做生意就是经商，还是在那里居住的这些华人、中国人。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大好的消息啊，因为这个疫情啊，两三年，有的人可能好几年了，就再也没有回来看过自己的父母，回来探亲。像我这样，这次回来差不多3年了，就是差不多3年才能够回来看看我的父母，已经很久了。所以呢，这个消息呢，让很多盼望回国的人，我觉得是一个大好的消息，而且航班增加意味着这个价格肯定会降低，对吧？因为竞争了，原来就是每周可能就1个航班，或者是2个航班，或者是呢2周才1个航班，而且还有些熔断的，很多人非常的无奈，想回不来呀。可能不了解这个国际航班票价的人不知道啊，这个票价有多贵。比如说今年年初到年中的时候，以德国为例啊，德国直飞中国，直飞，我当时呢我咨询了票价。开始的时候5000欧元，我就觉得很多了。后来再过1个月，6000、7000欧元，最后涨到了1万欧元，甚至呢1万多欧元，折合人民币可能相当于5万到10万左右，5万、10万啊，是单程的机票，是经济舱。想想看，像我们这个农村的一栋房子，5到10万可以盖1层了啊，也就是说回一次国，光是机票就去了1层房子的钱，想想看有多贵啊！不过有的网友给我解释啊，并不是说航空公司有多黑心，而是真的这营运成本非常的高。比如说，航空公司一般来说，像中国航空公司不会随意解雇一些，比如说机师呀，还有那个上面的空姐啊等等，一般不会解雇他们的员工，所以光是员工的工资，还有飞机的维护等等，还有如果是租赁的话，那个租赁的钱你要继续去付啊，对不对？所以这一系列的成本导致了，不飞行的时候，这航空公司没有1分钱的收入，但是呢，它的支出每天钱如流水的花出去，所以这等于是间接的推高了这机票的价格，没有办法的办法。刚才说了，就是航班增加，那我们回国的人就更加容易了，因为那个班次更多。另外一个呢，飞机票的价格会大大的降低。当然，我觉得要恢复到疫情前那价格水平，我认为不可能，因为现在各种东西都上涨了。现在西方国家对吧，物价飞涨，像德国，当然英国这种国家都一样，现在上涨啊。每年10%，肯定是已经属于常态化。以前德国那个物价上涨非常慢，1%、2%，每年都大概都这样，3%就属于高通胀率了。但是现在官方统计啊，10%、10.8%，像上个月，就是很多德国人感觉呢，这通胀率不止那么高，肯定还要更高。所以官方的数据有的时候呢，大家看看就好。之前国务院就发文，就是有序的要恢复这些国际航班。然后呢，民航总局现在正式发文，10月底全面恢复。另外一个，
我觉得与国内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20大开完之后，中国的领导层已经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的那个意外，肯定是像这个班子会继续执政下去，有微调，但是呢，这个主要的核心可能没有什么大的变动，这对中国应该是有好处的。那既然这个领导班子确定下来了，这会议也开完了，那这个疫情的管控，我认为呢会更加灵活，不可能完全取消，更加灵活。因为从世界各地现在疫情的管控来看啊，虽然像德国还有其他的国外啊国家和地区，可以说躺平了，那些国家和地区的疫情呢，一点也没有减轻的迹象，而且照样非常严重。不是说现在不报道，不表明疫情不存在了。其实德国的报纸啊、电视啊，每天都在报道德国的疫情，只不过呢，普通人已经非常的厌倦了，非常疲惫了。而且我们也知道，像西方这种体制的人，他们没有什么集体主义，一般是个人主义。他是首先想到我个人的自由不受侵犯，然后呢，你这个国家这个集体出现什么疫情，对他来说没有那么大的关系。首先，他就想我能够自由的出行，然后呢，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这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德国这个8000多万人口的国家，现在啊每天感染人数，按照有些国家根本不统计了啊，像德国还在统计。我听说像美国啊、英国像这种都不统计了，对吧？美国它的统计数字也就看看罢了。德国现在啊每天感染都是10万、15万的每天啊，然后呢每天死亡的人数大概是180到200左右，每天都是这样。也就是说，在德国每天都掉一架民航客机下来，就这样的人数。德国这个国家8300万人口，感染人数呢3500万。我们的数学，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心算出来多少，对吧？超过40%那个人次的人呢，40%人次的人感染过新冠病毒，就说明了这个国家，你看这疫情有多严重，对吧？只不过呢，他们真的很多人都觉得无所谓了吧，感染就感染了。我看了最近那个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不知道是那个报道还是一个科学论文，反正说了啊，出现长新冠这种后遗症的几率有10%到20%。你感染新冠之后，不等于你获得了抗体，你照样可以被第2次、第3次、第 N 次重复感染，而感染之后呢，会留下中长期的后遗症，而这后遗症的那个几率是10%到20%，它会重复出现，这想起来很可怕。所以呢，大家还是特别小心啊，能不感染就不要感染。像我这次过德国之后呢，我肯定会每次出门的时候，我还会去戴 N95 口罩，保护自己啊。好，刚才说到了，这个中国的疫情的管控肯定会更加灵活，因为中国总不可能永远的做到那个，比如说全国只有每天感染，比如说200例，而一个小小的德国每天感染10万例，这样不可能，对吧？这个世界还需要大家还是有交流，而且中国的那个经济发展确实呢也受到了新冠这个疫情特别大的影响，这点也是事实，对吧？所以我觉得中国呢会适当的放松这个管控，也可以说灵活的管控，这样呢让经济也能够走上正轨。那么今后意味着，比如说从中国之外、中国大陆之外回来的人，现在回来应该是隔离7天吧，然后居家观察3天，也就7+3。听说现在正在讨论2+5，也就是呢只隔离2天，然后呢5天居家观察。如果这样的话，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也就是说啊，这个疫情的管控可能会越来越灵活。不过呢，在我们中国大陆之内的人也不要有什么恐慌。中国的卫生部门，它一定是非常非常慎重的。它也观察了世界各国的各种各样的统计数字，绝对有这样的大数据。然后呢，分析了怎么样开放对中国来说，比如说对中国的经济有好处，还有对中国的老百姓不会形成大规模的那个医疗挤兑，不会形成大规模的恐慌。在这样的情况下，那样逐步的放开，我觉得这是可行的。
说到大规模的那个这种医疗挤兑啊，还有人心惶惶的这种怕这怕那，突然呢大家蜂拥到医院之后，这种是很可怕的现象。我们想象一下，我们中国的医疗制度跟比如说德国这种西方国家是不一样的啊。我们中国主要是有病就去医院，对吧？德国我在以前的视频说过了，它主要是筛选制、分流制，就是说我们在我们那边的那种私人诊所的那个医生那里啊，他帮你管控，然后呢，他能够治好的病，就在他那里治疗了。在要动手术的时候，得了重病的时候，他实在治不了了，才把你送到另外一个机构去。所以呢，在德国没有形成这种医疗挤兑。虽然他们的疫情特别严重，我觉得跟他们的那个医疗的分流制有很大的关系。而我们中国这边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4所医院，一般来说有病的人，他首先想到是去这4家医院，因为他们觉得啊，这4家医院是在我们县，他们的那个医疗水平是最高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啊，假如中国一开始就放开新冠，不管躺平了，那么如果一感染新冠，又加上人呢特别紧张，特别害怕这新冠，那么一感染之后，大家肯定是蜂拥到县医院去，对吧？要求在那里获得治疗。那么想想看，大家蜂拥而至的话，会不会形成医疗挤兑的现象？肯定会。另外，还有很多其他病的人，重病疾病的人，因为医疗挤兑了，那他就没有机会获得治疗了。然后呢，这种间接因为这新冠这种疫情啊，这种医疗挤兑现象，导致他们没有获得及时的治疗，而死亡的人数可能也非常的多。大家想想看，如果像这种医疗挤兑的，造成了很多该治疗的没有得到治疗的人这种死亡，那这种死亡的人数多了，是不是会形成整个社会的不满呢？如果整个社会不满之后，那会不会形成一种动乱呢？至少是那个动乱的那种星星火火，对吧？星火是可以燎原的，对吧？所以啊，如果管控不好，这对中国的那个稳定，对中国的治安有相当大的威胁。另外，这几年是最关键的，因为按照西方或者是全世界很多经济学家的预测，中国如果是这样正常的发展，不出什么乱子，全世界按照就是这些经济学家这样预测去发展，那么中国很可能在5年之后，2027年，最迟呢2028年、2029年，总的 GDP 会超过美国，中国成为经济上的世界霸权的第一霸主。所以你看，这些年，这个灯塔国啊疯了啊，使尽各种各样的办法也要打压。你看，才上个礼拜吧，这个灯塔国的政府就颁布了非常或者说史上最严厉的这个制裁法案，就是禁止任何西方的人员参加中国芯片的研发，对吧？还威胁要剥夺这个灯塔国的那个国籍，比如说有的美籍华人，他有一定的技术，可能他还通汉语，然后呢回到中国大陆，在中国这种芯片公司工作，那如果灯塔国知道之后，就取消灯塔国的国籍，这是手段之一啊，就表明啊，这个灯塔国为了遏制中国这芯片的发展，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了。然后，灯塔国它不是他一个国家，还要强迫他那些西方那些盟友啊都要跟进啊。所以啊，中国面临的这问题，或是面临西方这制裁、这种封锁，还有很多的困难要克服。但是能够难住中国的，就是那种比如说7纳米的、5纳米、3纳米的那种所谓的高级芯片。中国已经自己能够完全自主生产14纳米、28纳米等等，但是如果是说想通过芯片能够遏制中国的发展，我觉得短期内是可行的，长期来看做不到。刚才说了，我认为这个中国的稳定特别重要，所以我能够理解中国的动态清零。如果刚才说了，如果形成医疗挤兑，肯定会形成一定程度的动乱，而且就是西方这几年就是要寻找各种的时机
要把中国搞乱，知道吧？不然他们为什么要在香港制造什么动乱呢？对不对？还有在中国的周边的那些国家和地区呢，比如说在泰国呀，在什么缅甸呀，而且他拱火台湾，给台湾什么提供这样那样的武器，还有给台湾呢，帮台湾那个培训他们的军事人员，他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是针对中国呀，对不对？好了，他就是想使尽各种各样的办法，抓住各种各样的机会来搞乱中国。好，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现在已经死了入土的那个李登辉，对吧？他有他著名的7块论，就是要把中国分成7个部分，分成7个国家：西藏、新疆、内蒙、满洲、华北、华南、台湾，对，分成7个部分，也就是他心目中的分成7个不同的国家。他这个人呢，都想到了把中国分成不同的国家。那西方也一样啊。一个很好的例子，欧盟，对吧？或者是欧洲，本来整个欧盟如果是算一个统一的经济体的话，它的经济体量是不是特别大，对吧？大家想想看，如果是一个国家，它的经济体量那么大，那它能不能做到军事独立呢？如果一个国家一个鼻孔出气的话，那它的军事实力也会膨胀啊。这是灯塔国希望看到的吗？绝对不会，对吧？目前欧洲的状况啊，是灯塔国最喜欢看的，就是国家分裂的越多越好。而中国灯塔国的想法就是能够把中国搞乱分裂，对他来说最好。因为呢，一个分裂的中国，分裂成几十个国家的中国，当然到那时中国就不存在了。如果按照西方的想法能够得成的话，如果原来这个中国分裂成几十个国家，最好呢是这些国家互相内斗打起来，那对他来说是最好的，那他就可以永远做世界霸主，对他来说这是最完美的那个结果了。所以他就会想到使尽各种各样的办法把中国搞乱。那我们回到疫情，如果这个疫情呢在中国失控了，那会不会中国可能民众不满了？然后呢，西方他通过他掌握的话语权，在全世界报道中国疫情有多么多么严重，然后呢，中国这个政府有多么多么的对他们的民众怎么样，然后呢，煽动，比如说在香港、在台湾，还有呢，可能通过中国内部的那个这些恨国党啊、卖国贼，然后呢，把中国搞乱，从内部把它搞乱。因为我是经历过89的人，所以呢，我能够想象从内部搞乱中国有多危险，从内部搞乱中国有多么容易。只要中央政府它一松下来，就非常有可能这个情况会失控。所以啊，这个稳定，在当今的中国，我认为特别重要。不仅是当今，今后也一样重要。大一统的中国，对中国来说才好。否则的话，我们可以想象，中国有56个民族，对不对？而56个民族当中，我告诉大家一件小事情，可能大家觉得难以置信。比如说，我们这里的一个村和另外一个村，我小的时候，他们有械斗的现象。为什么呀？可能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比如说，也许邻村的一个人呢，那个跟另外一个村的人，他们本来有世仇的啊，他们年轻人嘛，坠于爱河了，对吧？然后呢，他们俩谈恋爱了，两个村的家长可能有仇，然后他们不同意，然后呢，导致了两个村的人就产生械斗。另外呢，也可能会因为水源的问题，像现在我们这里干旱，当时农业特别重要，那个水稻田里面没有水了，那这稻谷就可能会颗粒无收啊。所以当时的争夺水也是一个那个械斗的来源。械斗是什么？就是你拿起家里的锄头、镰刀、板凳等等所有的东西，能够想到的那种什么械斗的武器都可以用来用，钝器啊都可以用来作为武器。两个村的人打得鼻青脸肿，这是小的，命案都可能发生。我们可以看，这是两个村啊，是同一个民族的人，
如果像中国56个民族，连民族文化都不一样，那到时如果是国家分裂了，那他们这民族的矛盾会不会显现出来呢？极有可能。另外，我还说一个例子，也是我们广东、广西的，大家知不知道啊？在新中国建立之前，广西是没有出海口的，也就是说，当时呢，广东省它那个边境一直呢是延续到越南那边。当时广东是与越南交界，广西呢是内陆省份。这样的广西内陆省份，这个历史呢应该是持续了500-600年，不是民国的时候，民国之前就有了，明朝的时候就开始了。那个新中国建立之后，广东省和广西省的省长考虑到广西省的发展，因为没有出海口，又是海权国家，这个理念深入人心，要发展肯定要出海口，对吧？所以当时呢，广东省、广西省的2个省的省长就坐下来谈了，然后呢，达成了协议，把当时广西省的一个叫淮吉县划到广东省，然后呢，广东省把钦州、防城港这一带呢，把它送给广西这边，从此呢，广西才有了出海口，也就是呢，从越南的边境一直到北海这边，应该是这样一划过来，广西省呢，足足多了2-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对广西当然是很好的事情。好了，这是这段历史啊。说到这段历史，我又想起了那个苏联的时候，然后呢，克里米亚对吧？就是因为呢，苏联当时反正是一个大的国家嘛，然后有不同的加盟共和国。当时赫鲁晓夫呢，他就说啊，应该是赫鲁晓夫嘛，如果我说错了也原谅我啊。乌克兰反正也是苏联的，那我们就把那个为了友谊，就把克里米亚划给那个乌克兰吧。就这样一句话，然后呢，克里米亚就突然的一夜之间变成乌克兰管辖啊。当时一个国家所以无所谓啊，反正是在加盟共和国之内，对吧？然后大的那个国家就是苏联。好，苏联解体了，然后这个克里米亚的归属问题，那就变成了一个问题了。原来不是问题的，现在变成了问题了，对吧？大家注意啊，原来苏联的时候是一个国家，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对比一下啊，虽然没有可比性，我只是作为一个例子。假如这个西方分裂中国的阴谋得逞了，那么广东、广西本来原来属于中国这个大家庭，后来变成广东国、广西国，你说当时这个钦州、防城港、北海这个归属问题，到时会不会成为一个问题呢？会不会成为广东、广西这2个国家？我是说，如果分裂成功的话，这2个国家的矛盾呢？如果真的成为矛盾，广西不同意把这个交还给广东，然后广东一定想要回来，那是不是这2个原来兄弟省会大打出手，变成了战争呢？这极有可能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稳定啊非常重要。刚才说了，因为疫情能够造成一个国家的不稳定，就有非常大的可能性，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为什么中央特别强调稳定、稳定、稳定，并不是说这个执政党，也就是中国现在这个执政党，一定是怕他丢失他的政权，肯定他不怕呀，因为他的政权稳稳的。但是呢，任何的可能性，任何能够使中国陷入动乱这个深渊的可能性，这个老共肯定要避免，对吧？因为你只要给西方任何一点点可能性，就西方就像那个苍蝇，这中国就不能有那个臭的那个蛋壳啊，对吧？如果有一点点裂缝，那个苍蝇它闻到了，它马上就会扑过来，对吧？所以啊，稳定特别重要，这个动态清零管控特别严格，不给西方在中国制造动乱的机会。我不知道我这样的解读有没有道理，我觉得应该是有的吧。否则按照西方的尿性，他看到中国，你看疫情爆发之后，他可高兴了，对吧？他恨不得中国乱起来，然后呢，各种各样的，如果中国乱起来之后，我能够想象啊，各种各样的 NGO 呢，可能络绎不绝的都进驻中国，就像当年2019年香港那样。大家还记不记得，在某大国的大使馆，应该是去年吧，在大使馆他的那个信息上面发布出来了，我们这个国家可以免费发给你，你可以免费领取我们3万块人民币。
是免费领取哦，真的发不出来了。大家想想看，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对不对？哪有随便给你白领的钱呢？不可能。即使现在说可以免费，但是今后你领了他的钱之后呢，他得到你的信息之后，他可能会在后面策反你，拉拢你，以各种各样的手段，要你帮他办事。只不过他是做先期的投资，然后呢再看看什么结果。绝对不可能白白给你领钱，哪有这样的好事？否则他那个国家几十万上百万无家可归的人，他不如把那个钱扔给他们呢，对吧？毕竟他是他们自己的国民啊，他自己的国民生生死死流落街头都不管，还有那么好的事情来把钱发给你，这根本就不符合逻辑，对吧？所以他的目的啊，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呢要搞乱你这个中国，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搞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不存在了，那对他来说，他就永远可以做世界的霸主了。像我刚才那么说的一样。所以啊，中国这疫情的管控，就是为了防止西方这个阴谋得逞。好像听起来没有什么逻辑，但是大家好好想想看，是不是这样？一点都不匪夷所思。经过这2、3年，中国这疫情管控有很多的经验，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系统了。所以呢，中国完全呢有自信能够管控好。如果是今后放开之后，也能够管控好。加上我们也知道，这病毒呢，它那个进化，它的毒性应该是一代比一代更弱，对吧？因为它病毒，它想生存下来，肯定要在属主的身体里面生存下来，对吧？如果你这属主的死了，那病毒就不存在了，对吧？所以按照病毒的进化论，就是它的病毒的毒性会越来越小，越来越低。所以今后呢，即使大面积感染，那么可能死亡的这个概率就比如说3年前、2年前那概率要降低得多。所以今后放开应该是大的趋势。所以朋友们，不管你是海外的还是国内的，大家再耐心一点。我相信呢，这个全部那个复航应该是很快就可以实现。另外，国内的朋友们，有了憋了2、3年，很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相信呢，这个愿望很快大家就可以实现，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好了，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哈，那我们下期见。